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Hello Simon， 你好。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Hello Mandarin， 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然后多多留言，然后支持老师每一次来上课的时候记得跟老师多互动，多用中文打字，那么慢慢的你的中文就会进步。千万不要想着老师我想3个月把中文学好，我想3个月说中文说得很流利，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因为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可能一步登天，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来。中文说一步一脚印，要脚踏实地好，学习中文也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来学习的词汇非常重要，就是很常用的词汇来跟我念一遍吧。犯规，犯罪。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好，犯这个字呢，一般不会单独使用一般会搭配另外一个字，变成一个词组好，什么叫犯呢？犯什么什么，后面会加一个字好，那意思就是一般是负面的、不好的、反面的，就是做出不该做的行为比如说犯法，那么表示你做的事情不合法。什么叫犯罪？就是你 commit a crime， 就是你做的事情呢会危害别人的安全或利益，这个是犯罪所以我们犯后面会加上一个字，成为一个完整的词组词组。好，那么所以一般你看到犯这个字后面都会接不太好的字，一般来说好 OK， 做出不该做的行为。好，我们看例句喝酒开车是犯法的。好，喝酒开车就是你喝了酒之后你还开车，这个是绝对不行的，这个是违法的，这个是犯法的违法就是犯法的意思。那各位同学，因为你喝酒开车的话，你没有办法专心开车你可能喝醉了，你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你的车子没有办法开得很好，所以你可能会危害别人的安全所以这是犯法的，喝酒开车是犯法的。好，所以各位同学千万不要喝酒开车。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跟朋友喝酒的话，你要回家，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打车，你可以叫出租车请这个出租车的司机载你回去，或者你请没有喝酒的朋友载你回家，千万不要自己开车好，对，你可以打车回去你可以叫出租车，或者是叫没有喝酒的朋友载你回家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词汇。好，跟犯有关的词汇呢，这几个是一定要把它记起来的。第一个叫犯错，第二个叫犯规，第三个叫犯罪。好，犯错的话是比较普遍的行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一定会犯错，对不对这个我们中文叫人之常情。什么意思？就是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是很正常的。犯错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改过。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犯了错，你一定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而且要改过。所以犯错之后，我们要知道自己犯了错，而且要改过，就是要 correct our mistake， 要改过，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好，那什么叫犯规？一般是用在比赛用在运动比赛
或者是这个用在这个有规则、有规矩的项目当中，一般讲的是运动比赛犯规了，表示呢你不合乎比赛的规定，不合乎比赛的规定，好，这个叫犯规。那什么叫犯罪呢？犯罪是非常严重的犯罪一般就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你可能抢劫，你可能谋杀，你可能偷窃。这些东西不只是犯错跟犯规，你严重的违反了法律，跟危害了别人的安全跟利益，这个就是犯罪是不合法的，是犯法的，犯罪是犯法的所以犯罪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在篮球比赛中带球撞人，带着球去撞别人叫带球撞人带球撞人是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犯规的。好，老师刚刚说过，犯规是用在比赛，特别是运动比赛中好 OK 没问题，带球撞人我第一次发现带球撞人的英文是 charging， 我从来都不晓得 charging 有带球撞人的意思耶，我好惊讶，英文好奇妙，一个字就可以代表带球撞人，英文太棒了，太厉害了好，我们来看下一题。什么什么没关系，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好，什么什么没关系没关系就有点像 doesn't matter， 没关系好，最重要的是这个请大家记起来这个说话常常用最重要的是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最重要的是理查老师的直播课非常好，非常棒，学习中文一定要看我的课，最重要的是老师的课是免费的所以你可以说最重要的是好，知错能改是一个成语就是你知道你犯错了，而且你能够改过，这个叫知错能改你知道你犯错了，那么你可以去改正你的错误，中文叫改过。改过，中文还有一个成语非常有意思，叫做改过自新，就是你犯罪，或者是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你可能受到了惩罚，你可能被关到监狱里面了，你可能坐牢了，但是呢你出狱之后你决定要做一个好人，那么你就是改过自新。改过自新，你改正你的错误之后，你就变成一个全新的人，这个叫改过自新一个很好的成语好，这题你们都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犯错没关系，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犯错是人之常情英文也有这句话，对不对？ To err is human, to correct to 什么 divine， 谁教我一下英文这个中文要怎么翻译英文这句话呢？ To err is human, to divine， 中文会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是这句英文的中文翻译，人非圣贤，人不是圣人，我们都不是圣人，会犯错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能改，知过不行，这是个成语艾云，知过能改是个成语，不是说要改知过能改to forgive to forgive divine to err is human 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好 OK，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犯错但是最重要的是知过能改太好了，我要把它记起来。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OK， 孰不是谁，是孰孰能无过，孰能无过。好，没关系，这个有点难你们有兴趣的可以把它学起来好，我们看下一句。警方正在调查这起什么？好，那大家会发现这里
这一句里就有很多词汇有一点难啊。第一个叫警方，警方就是代表所有的警察，就是 the police 啊，它指的不是一位，是一个就是所有的警察的感觉啊。the police 警方，如果你要讲一位，我们中文是说警察，警察。如果你指的是警察这么多人啊，有很多警察，就是警方啊。好，那么调查这个词非常的重要 ，investigate 调查就是你会很仔细的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你会去详细的找出原因，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个就是调查。一般会有调查这种动作的人，可能是警察，可能是侦探 ，detective 侦探，谁帮我打一下？第二个可能是侦探，可能是警察，可能是侦探啊。好，那这起特别注意这个量词哦，很特别的量词哦，用起。答对了，警方正在调查这起犯罪。老师为什么用起 ？I don't know， 我们就是用起。你也可以说这起意外，所以一般用在一个比较让人比较负面的事件，或者会让人感到惊讶的事件，我们会用这起意外，这起案件，有没有都是那种好像比较严重的事件，比较大的事件，会让你害怕惊讶的事件，我们可以用这起案件，这起犯罪，这起意外这起事故，有没有感觉都是像 accident或者是那种类似这样的字crime 这样的字我们都用这起好，各位同学把这些字学起来警方、调查跟犯罪好，还有刚刚说的侦探我小时候很想要当一名侦探，因为我觉得当侦探很酷，真的可以找出为什么这个犯罪会发生，谁是凶手，哇，我觉得好酷好，我们往下看。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美元，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小土豆。那么老师也要广告一下现在成为老师的小土豆之后，成为我的会员之后，就可以看老师自己写的原创小说原创小说。那这个都是短篇的原创小说，每个礼拜看你的会员小土豆的会员越高的就可以看到越多东西好，这个艾云起是一个量词起是一个量词我的邻居是一位侦探Mandarin 真的吗？你的邻居好酷好酷的邻居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些关于犯的一些补充用法。第一个就是犯罪，刚刚说过了，是 commit a crime， 或者当名词也可以 crime。第二个就是你把这两个字颠倒过来，交换过来，罪犯变成人了，很有意思，对不对？犯罪可以是 commit a crime 或者是 a crime， 但是把这两个字颠倒过来变成罪犯的时候，它指的是这个人，犯罪的人叫做罪犯criminal， 犯罪的人叫做罪犯好，我们可以来做题目。已经被罪犯指的是人指的是人那名抓住了，哇，你们答案写得好快谢谢娜娜啦加入了我的会员谢谢。那名罪犯已经被抓住了 ，good， 很好。那名罪犯已经被抓住了，好，这里我们用到了一个被动语态被动的表达那名罪犯已经被 catch 抓住了。好，我们还有一个字叫英文叫 arrest， 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字那个词我们学过了。你也可以说那名罪犯已经被 arrest， 英文 arrest， 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字吗？希望你们还记得哎呀，中文的还真难，对不对？捕
再加一个字好不好？什么捕？什么捕？逮捕，答对了，非常好啊！林子答对了，逮捕啊，逮捕，逮捕是我们要用的字哦，逮捕，逮捕，逮捕就是 arrest 啊！大家看一下林子打的那个字哦，逮捕。为什么我打不出来？水哦，有了，逮捕哦。好，逮捕就是像我们会这个罪犯已经被铐上手铐了。已经被铐上手铐，这个叫手铐，就是 handcuffs。罪犯已经被扣上手铐了，已经戴上手铐了，表示他被逮捕了，被逮捕了啊，被逮捕了。好，你也可以说那名罪犯已经被逮捕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你看到这张照片里面，这个罪犯手上已经被铐上手铐了，他已经被铐上手铐了。所以他已经被逮捕了 ，under arrest， 他被扣上手铐，或他已经被警方戴上手铐了，或者他已经被扣上手铐了哦。好，或铐上手铐了也可以，有很多说法啊。我们学过了吗？有哦，艾云，这个逮捕这个词我以前有教过啊，好久以前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题。犯困，刚刚有同学把这个犯困写出来哦。什么叫犯困呢？困就是你想睡觉了，对不对？如果上理查老师的课上得太久，你可能会犯困，想睡觉，想要打瞌睡哦。好，这个中文也可以说瞌睡虫哦，瞌睡虫，你已经有一点这个有瞌睡虫的感觉了，瞌睡虫哦。好，所以犯困表示你现在没有精神，你很想睡觉啊。好 ，OK， 对不起，我昨天熬夜犯困，有点现在。好，这题很简单啊。你们现在有没有一点犯困呢？有没有一点犯困呢？哦，好，想睡觉了哦，表示可能你昨天有熬夜，或太忙太累了哦。我没有睡好哦，对不起，我昨天熬夜，熬夜就是晚上就是半夜不睡觉，熬夜了。我现在有点犯困，好，没问题，现在有点犯困，你也可以说现在有点想睡觉。对不起，我昨天熬夜，现在有点想睡觉，现在有点没精神。犯困是个很好的词哦，很棒，我觉得非常的口语。很地道的一种表达哦。好 ，OK， 我们来看最后一题。犯傻，什么叫犯傻呢？就是你傻啦。哦，这个一般是在指责别人或指责别人或笑别人的时候。你犯傻啦，就是对方为什么会做这么笨这么傻的事情呢？所以你会去骂他，你犯傻呀，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你犯傻呀，为什么要借理查老师20万呢？我们自己都没有钱了，你为什么要借理查老师20万呢？你犯傻啦，所以你会用犯傻来骂一个人指责一个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傻事哦，这个 silly things 我们中文可以说蠢事，蠢你们会打吗？蠢事或者是傻事，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啊？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呀？这个不可以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做呢？你犯傻了哦，所以犯傻是这样用的哦。好啦，你犯傻竟然去搞外遇，你们知道搞外遇的意思吧？外遇就是一般指的是男性哦，男人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哦，这个男人已经结婚了，但是呢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这个叫外遇或搞外遇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哦，不对的事情，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伴侣不要去搞外遇好，那么一般是用在已婚的男性身上女生也可以用，比较少
女性也可以用，一般是用在男性身上啊。好，你犯傻啦，竟然去搞外遇，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蠢事啊？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呀？对，你这个蠢货啊，秀珍这个也非常地道，你这个蠢货，你这个笨蛋，你这个傻子哦，你犯傻啦！我觉得犯傻也非常的地道，非常的口语，骂人听起来就是很地道的哦。有鬼不是有鬼，不是有外遇的意思啊。好，你犯傻了，竟然去搞外遇哦。好 ，OK， 那么希望各位，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哦，不要搞外遇啊，不然我就会骂你，你犯傻啦！你已经结婚了，你还去搞外遇，我会这样用，你犯傻了哦。好，那希望老师的课今天的课你很喜欢，你不要感觉有一点犯困，因为老师的课很无聊，希望你不要犯困啊。对，可以用出轨，没问题，可以用出轨。好，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啦，希望你们对于犯这个字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下周见，大家晚安喽，拜拜。